中正式官宣，对旁观者来说也许只是娱乐新闻的一条更新，但对真正一路追随、见证过风浪的人而言，它更像是一扇门被推开，门后不是喧哗，而是久违的笃定与热烈。顶流的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同台概率，最稀缺的却是同框意义。因为每一次并肩出现都不只是简单的形成叠加，而是在无数变量里做出的选择，舆论温度、平台风向、团队策略、品牌立场，以及他们本人对节奏的掌控。正因如此，这一次共同参加2026开年活动的确认，才会让人瞬间意识到，有些东西并没有被岁月磨平，反而在漫长的沉默里变得更沉稳、更坚硬。7年里，很多人被迫学会克制，不敢大声，不敢奢望，不敢轻易把期待说出口，因为曾经的每一次热烈都可能换来更猛烈的反噬。可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执念不是吵出来的，而是熬出来的，熬过争议，熬过空窗，熬过那些被误解、被嘲弄的夜晚，依然愿意在某个清晨重新相信一次。于是，当这条消息落下，它像是一种温柔的奖励，奖励那些没有离开的人，也奖励那些在心里为他们保留位置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给了未来一个方向，不是要立即走到终点，而是终于可以把故事从被迫暂停推进到继续书写。如果说同场活动是2026开年的第一季烟花，那真正让人心脏骤停的是那条被卡到分钟的时间线，13:01，王一博发文一战想你，13:30，肖战隔着29分钟回应式更新。他之所以能引爆情绪，不在于粉丝想太多，而在于他们从来不是随便的人。顶流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时间点，都可能经过权衡与筛选，什么时候发给谁看，让谁解读，留下怎样的空间。这种被迫精密，反而让每一次细节都变得像密码。于是，想你2个字落下时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甜，而是酸。酸在这些年里，我们太少听到如此直白的温度，也太清楚这份直白背后需要多大的勇气。更致命的是29分钟。在2026的执念叙事里，29被许多人视作王一博今年的年龄象征，也是7年长跑里一个新的节点。数字本身或许不具备绝对证明力，但它拥有共鸣力，让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找到出口，让所有坚持的人确认自己不是孤军。时间线像一把温柔的刀，温柔在它不明说，却让懂的人眼眶发热；锋利在它一旦被看见，就足以让谣言的刺耳显得苍白。因为真正的默契从不需要吵赢谁，它只需要在合适的瞬间给出一个我在的信号。更让人心里震颤的是，这条消息落在乙巳年腊月15月圆之夜，佛历2569的圆满日。在东方的情感结构里，圆月从来不仅是天象，它更像一种象征，象征团聚，象征归位，象征散了很久的心终于有处安放。当我们把这一天与共同出席开年活动叠在一起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叙事感，仿佛命运挑了一个最适合祝福的时刻，把答案带到我们手里。很多人可能会笑这种联想太浪漫，可追过的人都懂，浪漫不是迷信，而是人对漫长等待的一种自救。因为这7年里，太多夜晚，我们只能用一点点象征意义撑着自己，一个节日，一轮月亮，一句歌词，一个巧合的数字，都是继续走下去的理由。腊月15的圆满，恰好对上了我们最朴素的心愿，不求轰动全网，不求立刻给结局，只求在新旧交替之际，看见他们能够更顺、更稳地并肩。也正因为今天带着辞旧迎新的意味，这条喜讯才像是一个宣告，那些喧嚣、误解、阴影，或许不必一夜散尽，但至少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可以更安心的期待2026会比过去更温柔一点。月亮圆了，心也该慢慢圆回来了。回头看这7年，很多人都会承认，公开互动确实不多，同框更是稀缺。可恰恰因为稀缺，才显得每一次靠近都更珍贵。真正让人难忘的，从来不是数量，而是那种明明很难，却仍然没有放弃的质感。顶流的身份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、解读，甚至被恶意利用。他们选择低调，不代表关系淡了，
而可能是更成熟的保护方式，把重要的东西放在不容易被摧毁的地方。粉丝这些年学会了不强求，学会了把期待收进心里，甚至学会了别想太多，因为一次次风向的变化会让人疲惫。但你曾说过，今年或许会有意外，若他们足够勇敢，足够幸运，愿意慢慢释放信号，就能更坚定地粉碎那些荒唐的扭曲与抹黑。于是我们等待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宣告，而是他们用稳稳的方式告诉世界，我们一直都在自己的轨道上，没被风暴带走。关于他们的留言几乎从未停过，有人编故事，有人带节奏，有人用最脏的想象去污染最干净的默契。可留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靠噪音活着，靠情绪传播，却经不起时间的追问。真正的关系则相反，它不靠喧哗证明，不靠口号维持，而是靠一次次现实里的选择撑起来，不被逼着站队，不被逼着切割，也不被逼着解释。越是被围观的人，越懂得把话说少一点，把事做稳一点。所以这一次共同出席活动，本质上是一种清晰的态度。我们不需要向所有人交代，我们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给该懂的人一个答案。粉丝之所以会感到解气，不是因为要赢谁，而是因为终于能把那句憋了很久的话说出口。你看，他们没有被你们的谣言拆散。流言或许能制造短暂混乱，但无法改变真实存在的联系。时间是最狠的裁判，也是最温柔的证人。7年都走过来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更坦然、更稳定的未来。所以最后想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肖战和王一博，也送给每一个在这段故事里认真心动过的人。愿他们在2026年更自由、更顺遂，事业继续高飞，但心能更安，人气依旧耀眼，但生活更松弛。愿所有的误解慢慢散去，愿那些恶意的揣测失去市场，愿他们在公开场合不再背负那么多紧绷与压力。你提到经历过几年的风波后，希望今年的微博之夜能更舒适，更容易让百香果接受。这份愿望其实很真实，我们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证明，我们只想要一个更温柔的环境，让他们可以自然地站在一起，不必被刺眼的镜头逼着防备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条同框消息更像一种释怀，原来坚持真的会有回声。愿新一年里，所有的好都能来得更明确一点，所有的圆满都能更靠近一点。如果你也为2026开年博销同框官宣而心跳加速，请一定要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这份热爱留在这里。你觉得13.01分加13.30分的29分钟，到底是巧合，还是只有懂的人才懂的暗号？你的每一条评论，我都会认真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